将平常喝不完的汽水，你想要它不跑气，你就像我这样把它捏紧，把剩下的汽水挤到瓶口处，然后盖紧盖子，这样第2天打开就跟新买的口感是一样的。这招必须试一下好不好用啊！但愿它能真的有效果。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一次真的喝不完一瓶可乐，剩下的再喝那就完全没有口感了。刚买了一瓶新的可乐啊，咱们好，这样子了啊。然后咱们给它放到冰箱里面。那咱们先把可乐在冰箱放1天啊，等待期间直往船上吸到了三角酥。你们敢信？我个位数买了这么一大包三角酥。更离谱的是，个位数不是50根，不是100根，而是整整200根。关键他家不仅量大，硬料也都是纯可可脂的夹心儿，吃着非常香甜酥脆，实惠又好吃，真的可以冲起来。Nice， 这个怎么都鼓起来了？铁子们啊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放了1晚上之后，可乐里的气儿已经把这个瓶子全都给鼓起来了。那感觉这可乐里剩不下多少气儿了呀？喝起来也是完全没有碳酸的口感了，现在已经彻底成了一杯糖水了。那么亲测这个方法卵用没有？白象真不愧是我们公认的良心企业，我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确实是真实的实惠，61桶的量。这太假了吧！1桶能倒出来这么一大碗，买了19块有6桶，价格确实很便宜啊。咱们打开看一下，要是1桶泡不出来那么多，招牌给它搭了，它还特别标注出来是非油炸的啊，比油炸的更健康。说实话，在品质方面我是非常信任白象的，但是打死我也不信这么小小的1桶能泡出来那么一大碗。里面有一个酱包，一个辣椒油，一个菜包，一个醋包，一个料包，还有一个花生包。料是真不少啊，但是这个面饼看着有点小，咱们现在就泡一下看看怎么样。倒上水，然后根据它的说明是泡个4、5分钟就可以了啊。Later， 泡了5分钟了啊，咱们看一下。哎，它这个粉确实膨胀了很多啊，咱们直接把它倒出来看一下啊。这就是它1桶的真实分量啊，好像没有视频中那么多吧，但这个量确实也是挺多的。然后你们看这里边的花生啦、豆皮啦什么的，料确实很足啊。关键这一大碗合起来才3块多，白象出品果然是从来不让人失望啊！没毛病啊，酸酸爽爽，非常够味儿，就绝对不是外面店里10几1百的酸辣粉。你要是大热天没食欲，我一没注意我都吃完了啊！大热天你要是没食欲的话，你来上1碗这酸辣粉，绝对下饭，绝对够味儿，可以成，没毛病。甲鱼应该这么吃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脱骨机器？边吃还边给甲鱼算命是吧？买了1只半斤。说实话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甲鱼，先给它算个命。别笑，命数已尽，今天必须开在床上，它是香的还是辣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？先看一下配料啊，除了甲鱼，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 12种调味料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配料是相当干净啊。产地湖北荆州，这是当年关二爷就有的荆楚特产啊。打开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甲鱼啊，这么掂量着还是挺有分量的。不过话说你们都是怎么区分甲鱼乌龟王八鳖的？尝一下啊。好辣，里面剥开就这样的。这肉的味道真的很不错。而且啊，我一开始担心这玩意儿它会不会腥，但是你直接吃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腥，它处理的特别好。
这肉真的好好吃啊！我之前完全没想过，原来这甲鱼能有这么好吃的体验。你们没尝过的啊，真的可以尝尝。这玩意儿出了丁数，咱一般真买不到。这个小白点儿，它其实是一根绳子，在蛋黄的前后两侧各有一根，可以把蛋黄固定在鸡蛋的中央位置。学名叫做系带，每个鸡蛋都有。鸡蛋保存时间一长，这2根系带就会从蛋黄上自然脱落，成为寻常的优质蛋白，放心吃就行。怎么还有那么多土老帽，整天喊着要吃8分熟牛排？8分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8分熟牛排的呀，只有1、3、5、7熟，这不是常识吗？首先啊，在牛排发源的国外，并不用数字来描述牛排的熟度。1、3、5、7熟这个说法是咱国人自己发明的，本身就不怎么精确，只是为了让国人以方便，而不是什么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。其次，我们花了钱，餐厅就得满足我们的合理要求。我喜欢8分熟，你就得给我做8分熟，做不出来是你餐厅的问题。而且实际上6到8分熟这个区间，在国外啊并不细分，而是统称为 medium well。你就不能让着我一次吗？坐上我的副驾，一大半的夕阳很热辣，我有时太忙就把视力扩大。这个油炸泡沫啊，就像超市里跟橡皮球一样的火龙果，全都不是用来吃的，而是展示用的模型。而且啊，这些模型普遍比食物还要贵啊。这个鱼已经成精了啊，有来了，有人的样貌。这条鱼啊，不是成精了，这是一条黄金锦鲤，鱼还是正经的鱼，就是那神似眼睛的斑，让它看起来像人脸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条鱼还真有点像我们村村长。几十块一个的自助餐厅为啥吃不垮呀？这些餐厅啊，只要有客人进来买单坐下，那老板就铁定开始挣钱了。为啥呀？核心啊就一个无限压低食材成本。比如同样品牌的啤酒内部有 A、B、C 类货，那餐厅可能就只进最便宜的 C 类货。再比如餐厅让你敞开吃的都是最便宜的冻肉，而鲜肉一定是限量供应。那食量大的能吃回本吗？一个自助餐老板曾跟我说啊，就是来一条狗都很难吃回本。嚯！总之啊，这些自助餐厅不怕人来吃，就怕没人来。我们这些食客啊，也别想着吃回本，就图个开心就好。